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聊聊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之所以想聊这个，起因是一位女生前些天和我分享了她的故事。她在1年前加入了一些激进的互联网女权社群，起初她对此是认同的，但随着她对这些社群的观察和思考，她产生了一些怀疑的想法，结果当她提出自己的看法时，就遭到了社群里其他人的网络暴力，这至今让她心有余悸。那么，她观察到怎样的现象呢？首先，她发现，虽然在这些社群里，大家都打着追求女性解放、反抗父权的旗号，但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令人窒息的互相审查的氛围。这里流行着一套庞大且细致的罪名，比如媚男、厌女、雌竞、娇妻等等。然而在很多时候，大家攻击的对象并非外部的父权制。比如，如果一个女性想要和男性结婚，就是娇妻的表现，也就是自甘堕落为父权制的奴隶。如果她想把自己打扮得好看一些，或者想要追求某个男生，就是媚男和雌竞脑。这些攻击性极强的词汇并不是用来骂男人的，而是倾泻在女人身上。在这种高压的道德审判下，这些团体衍生出了越来越多奇怪的清规戒律，外人刚开始不能理解，但细想之下是有一套严密和封闭的逻辑的。比如，他们反对女性使用可爱的头像，甚至反对留长发、穿裙子、化妆，因为这是服美意的表现。他们认为，女性的这些装扮本质上是在迎合男性的凝视，是在把自己物化。因此，只有剪短发、穿中性服装，刻意抹去女性特征，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觉醒。还有一些规则也很奇怪，比如不让养宠物，这里的逻辑是认为，一个女性养猫养狗是在模拟当一个母亲。这实际上是在满足女人被男权文化建构出来的母性。既然连养猫都是错的，那和男性建立亲密关系自然更是罪过。在这种叙事里，异性恋、婚姻和男性发生性行为，甚至是对某个男性有性幻想，都是对女性集体利益的背叛。比如，他们把结婚的女性称为婚驴，意思是像驴一样被丈夫驱使。他们认为，女性在这个结构中是天然的受害者，婚姻制度就是父权制奴役和迫害女性的典型体现。因此，如果一个女性未能觉察到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反而违背了这些规则去恋爱、去结婚，那么当她遭遇家暴、出轨或者其他什么不幸时，将得不到任何同情。这类似于那句思想配得上苦难。比如几年前，那位著名的博主 Poppy 酱发布了一条自己当母亲的微博，照片里的她抱着自己的孩子，说当妈妈很累。但她在评论区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比如有人为她惋惜，说很心疼她，明明这么一个独立优秀的女性，走上了驴的道路。也有人批评说，不必心疼，她是自作自受。还有人说她既然是结婚了，那么就是出卖自己的子宫核心价值。在文艺作品领域，他们也有着一套非常激进的价值观，那就是极端的慕强和恨弱。比如认为林奕含的那本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蕴含着不良思想，是引导女性自毁的弱女叙事。因为这部小说展现了一个少女对加害者的复杂心理，用林奕含的话说，这是一个少女爱上诱奸犯的故事。在巨大的创伤下，受害者有时候会强迫自己合理化所受的伤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想法。但这被他们认为是不够大女主的体现。他们认为，一个女人面对性侵犯没有激烈反抗，没有保护自己，没有满怀仇恨，甚至还有试图合理化的想法，那么这样的人受苦就是活该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为了反抗男性的压迫，他们先一步用更严苛的标准压迫了自己，也压迫了同类。那么，是否有某种深层的心理和社会学规律去解释这种看似厌男实则厌女的现象呢？我们能从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案例吗？
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所要讨论的主题。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那么在探讨这个话题之前呢，让我们把视线拉长，回到女性主义理论的源头。正如李银河在《女性主义》这本书中所梳理的，女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它在历史的长河中大体上可以分为4大流派：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激进派和后现代。我们首先来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可能是最早也最主流的一派。它诞生于18世纪西方的中产阶级女性社群，启蒙思想主张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潜能。法国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传遍了世界。然而，现实却是女性被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应当享有与男人同等的权利，争取与男人同等的机会。自由主义的观点可以表述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男女应当拥有同等的竞争机会。他们认为，社会结构的障碍可以被个人的努力所克服。女性之所以看起来没有男性有能力，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自由主义女权反对性别差异，而强调男女的共性，要求享有同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和选举权，让女人像男人一样进入公共领域，和男人公平竞争。但这种观点后来遭到了社会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反驳。社会主义女权认为，自由派女权太天真，也太精英主义了，它只是让少数精英女性成为大女主，却无视了无数底层女性只能在流水线上挣扎，然后还说她们不够努力，这其实是默认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合理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初，法国的女性主义者们开会，讨论是否要给女佣人每周放1天假。结果，那些家里雇有女佣的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以压倒性的优势否决了给女佣放假的提议。所以，社会主义女权认为，你们这些女人的大女主形象是建立在对底层女性的剥削之上。因此，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私有财产观念，女性的地位就得不到改善。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新的派别产生了，他把自由派和社会主义派都批判一番，这就是激进女性主义。激进派表示社会主义派还不够激进，认为你们只反对资本主义还是太保守了，不够彻底，因为在没有资本主义的地方，男人照样压迫女人。于是，激进女性主义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性别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根本的压迫形式。其他各种形式的压迫，比如种族主义、阶级压迫，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激进女权主义认为，男性与女性本质上就是不同的，是富于攻击性和邪恶的人，从古到今一直都在统治、压迫、剥削女性。因此，个人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要意识到个人所遭受的一切压迫都来源于性别等级制。这种把世界划分为受害者和施暴者的对立观，导致了分离主义。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女人要想好，就得彻底不沾男人，从男权社会中分离出去，建立一个纯女性空间，女性应该和女性恋爱。激进女性主义宣称自己这派的女权理论最纯粹，完全没有被男权制污染的痕迹。然而，这种彻底性将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结论，那就是既然任何制度下都会发生压迫女性的现象，那么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就不是阶级，而是生理结构导致的。一些激进派认为，女性的生理结构导致了女性容易去做那些屈从于男人的事情，比如女性有子宫，要怀孕和哺乳、生育、带孩子等等，这就导致女人容易变得感性、柔软、富有情感，这就可能被男人控制。同样的，男人的攻击性也是因为男人有睾酮之类的生理因素。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指出，婴儿的成熟期很长，
这便决定了婴儿要有很长一段时间依赖于成人，特别是要依赖母亲的乳汁才能生存。与此同时，生育使女性的体质变弱，使她们要依靠男人才能生存。于是，女性解放要依靠生物革命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技术进步。这一革命不仅要使婴儿的养育脱离人奶，而且要使生育过程脱离子宫，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女性对男人的依赖。然而，如果他们认为只有让女性停止行使女性特有的生理功能，女性才能获得平等时，它其实恰恰是在潜意识里承认了父权制的一个核心逻辑：男性的身体是标准和优越的，而女性的身体是残缺和累赘的。或者说，他们认为女性的那些特点，比如有情感需求、感性、温柔等等，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是有原罪的。然而，这本身不是一种极其厌女的逻辑吗？这就好比说，为了消除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我们可以发明一种技术，把所有黑人的皮肤都漂白。这的确消除了歧视，但这是通过消灭当事人的身份本身来实现的。这就可以解释我们在视频开头提到的那个案例，也就是中文互联网上的那些激进派。他们认为，只要一个女人拥有那些主流认为的女性特质，就必然会受伤，所以要通过技术手段或者行为管制，让自己变得不像女人。还有一些更加激进的女权派系，甚至认为，都是因为古代女人没有激烈反抗男人的压迫，导致女人整体被驯化了，女人的基因已经劣化了。这个逻辑听起来非常可怕，就像有些人指责那些在暴政下艰难求生的人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反抗？不反抗，说明你们已经有奴性了，所以你们遭受的苦难都是活该，应该多杀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看起来是标榜反抗压迫、追求独立解放的群体，最后反而是最认同了那个压迫者。激进派厌恶的其实不是具体的某个女人，而是那个脆弱的、需要依恋的、有情感需求的自己。所以，当他们看到林奕含在小说里流露出的脆弱，看到一位母亲抱着孩子喊累，或者看到一个普通女生化妆和谈恋爱时，就会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形象提醒了他们女性身上那些柔软的部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种理论往往只能在一部分分离主义女同性恋或者遭受过极端创伤的群体中引起共鸣。对于更多的女性，也就是那些拥有父亲、男朋友、丈夫、儿子，并且在生活中与男性有一定的情感连接的女性来说，这种彻底与男性切割的理论是难以接受的。对于激进女性主义另一个常见的批评在于，它把女性身份给绝对化和本质化了。激进派喜欢说，全世界女性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敌人是男人。但这就预设了，性别压迫是所有女性面临的唯一或者最核心的压迫。但是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一对背井离乡，从内陆地区到广州或者深圳打工的年轻夫妻，他们都做着非常底层的工作，比如女人在电子厂流水线当女工，男人在工地搬砖或者做保安。这个电子厂的工头或者说领导恰好是个本地的女性，但这位女领导并不会认为大家都是女性共同体，反而可能对这些女工流露出强烈的歧视，比如嘲笑这些女工从农村来的，爱偷东西，不讲卫生。而当这位女工劳累了一天回到家，看到丈夫在工地上疲惫不堪的样子，于是他们互相安抚对方，一起骂那些黑心老板。这个时候，假如有个女权主义者出来说，你要觉醒，那个女领导虽然歧视你，但是她也是受了父权社会的毒害，她作为一个女性，在父权制的工厂管理制度下不得不如此，但她归根到底是你的盟友，而你的丈夫虽然对你还不错，但他归根到底是父权制的既得利益者，是为了将来让你给他长期当女仆。我想，这个女人听到这些话绝不会感到被理解，而只是觉得很傲慢。他们试图用性别这唯一的尺子去衡量复杂的世界，却无视了阶级、职业和地域带来的巨大鸿沟。聊到这里，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三大女性主义流派。
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用一种更宏观的视角来审视他们，就会发现，虽然他们的理论出发点差别很大，但在把女性作为一个政治主体动员起来的时候，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集体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试图定义一个标准的女性形象，去压抑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个体。我们可以试着给他们的集体主义程度排个序。首先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派是最讲个人权利的，在历史上也切实推动了女性权利的巨大进步，这当然是无可否认的。但它的集体主义是隐性的，因为它预设了一个成功女性的标准模板，比如进民企、当高管、拿高薪、追求和男人同等的成功等等。这种模板虽然没有明说，但它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如果你选择做一个安于现状的家庭主妇，或者做一个没有野心的普通职员，你似乎就是不够格的现代女性，你不够进步。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的隐形规训。接下来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里的集体主义程度就高得多了。在他们的叙事里，我首先是被剥削阶级的成员，其次才是我自己。我的痛苦不是我个人的际遇，而是结构性压迫的注脚。因此，如果我关注个人的小确幸，或者追求脱离阶级叙事的个人审美，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堕落，甚至被认为是背叛了我的阶级立场。而集体主义程度最高的，毫无疑问是激进派。在他们看来，性别不仅仅是身份，更是阶级，是战争的阵营。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为了赢得这场对男性的战争，每一个女性都被征召入伍，你的身体、你的发型、你的性取向、你的一切生活方式都被武器化了，都要服从于打倒父权这个最高的集体目标。当这些思想把性别定义为一个人的最高身份、最优先身份时，当一个人总是试图从集体的角度去定义目标时，就很容易导致对个体的压制。因为在现实中，脱离了阶级、种族、年龄、教育背景的所谓女性的总体解放，其实是不存在的。一个贫困的老太太需要的解放，和一个城市白领需要的解放，可能截然不同。甚至一个女性在20岁时的核心需求，和30岁时的核心需求也是截然不同的。而当我们总是想要定义一个统一的女性集体利益，并且认为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集体的解放优先于个人的解放时，一旦放在现实操作中，这一切就很容易变成一种对他人的干涉和控制，甚至演变成一种新的霸权。因为谁规定了所谓的集体利益，谁就拥有解释权，就可以制定一套进步和反动的标准。于是，一小部分自认为觉醒最早的先锋队就开始规定哪种行为是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比如不婚不育；哪种是逆潮流而动的，比如结婚生孩子。这恰恰赋予了集体以合法干涉个人生活、改造个人思想的权利。这种道德标准就这样伸向了最私密的个人领域。这就像过去那种无限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理论一样，总有人要指责别人是修正主义，是不纯洁的，然后就是不断的派系斗争。随着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泛，最后发展到如果你想过得稍微好一点，穿件漂亮衣服，你就有了资产阶级作风。这种思维总是要人为地制造一个鲜艳和绝对的矛盾，即使现实中那个具体的人并没有那么坏，也要把他定义为受害者，然后再以救世主或先锋队的姿态去拯救和唤醒他。这种逻辑几乎是弥漫在中国社会的各种社群和意识形态之中的，也就是大家都很热衷于制定道德标准，去强行改造和唤醒别人，而不是首先去理解、倾听和看见对方。那有人会问了， Anthony 对于女性解放的观点和态度是什么呢？这个话题我们留到下期再说，今天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
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